在战神6里，奎托斯历经艰难险阻，终于进入南天门，见到了玉皇大帝。他手持混沌之刃，眼中充满了愤怒。太白金星错愕不已，李靖和哪吒紧紧抓着自己手里的武器，一场大战在所难免。相信许多玩家已经通关了战神5，而在奎托斯将希腊众神屠戮殆尽后，会不会在这一次的完结篇中再一次埋葬北欧的神权？我是修片狂魔，请随我一起踏上这趟诸神黄昏的旅程。距离奎托斯杀死巴德尔已经过去了几年，因他死亡导致的芬布尔之冬逐渐开始在北欧蔓延，这也再次印证了诸神黄昏的预言。不甘失去儿子的弗雷亚，经常会伺机偷袭外出打猎的奎托斯父子。好在阿特柔斯在家中设下了保护印记，只要他们回到家中，就能摆脱弗雷亚的骚扰。而经过了巨人国度的旅程，阿特柔斯也成长了许多。可他们收养的一只叫芬里尔的狼，却没能扛过漫长的冬季。这件事情让阿特柔斯伤心不已。但奎托斯必须要让儿子完成每日的训练，好为接下来可能的危险做好准备。可芬里尔的死显然刺激到了阿特柔斯，他不想就这样永远的躲藏下去，而是想去寻找自己在预言中那个叫洛基的真正身份。但在预言中，正是洛基引发了诸神黄昏。如果阿特柔斯真的是洛基，那么也就意味着他们势必要与奥丁为首的阿萨神族开战。奎托斯自然不会让儿子冒如此大的风险。说罢，阿特柔斯准备独自去埋葬芬里尔，奎托斯则回到屋中休息。自从上次旅途结束以后，密米尔因为占用的空间不多，奎托斯索性也就把他留了下来。就在奎托斯睡觉的时候，妻子菲出现在了他的梦中，他梦见了与妻子打猎时的一幕。在梦境结束的前一刻，菲告诉奎托斯没时间了，要做的事还有很多。莫名其妙的话让奎托斯从梦中惊醒，回过神来的奎托斯发现儿子竟然迟迟未归，于是他当即出门寻找儿子。就在奎托斯来到不远处的小森林以后，一只巨熊突然袭击了奎托斯，奎托斯立马开启斯巴达之怒，刹那间他体内散发的气势瞬间盖过了巨熊。就在他将巨熊杀死以后，巨熊却缓缓地变成了阿特柔斯。好在儿子逐渐苏醒了过来，奎托斯这一刻也明白阿特柔斯觉醒了用情绪来改变形体的特殊能力。见儿子还是无法很好的控制情绪，奎托斯更加坚定了留在家中训练阿特柔斯的决心。但今晚注定是一个不眠夜。就在奎托斯回到家中刚闭上眼，突然之间电闪雷鸣，雷声大作。奎托斯拿上武器来到屋外，雷神索尔出现在了庭院中，但他并没有立马动手的意思，而是掏出了蜜酒，想要和奎托斯聊聊。本着多张嘴多双筷子的原则，奎托斯非常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个提议。就这样，希腊和北欧最强的两大战力坐在了同一张桌上，其散发出来的气势让战神都只能恭敬地递上酒杯。敲门声再次响起，北欧的众神之王奥丁也来到了奎托斯的寒舍。来到餐桌前，奥丁直接表明了自己的来意，雷神两个儿子以及巴德尔的死他都可以不再追究，但前提是父子二人不能再继续追查战神提尔的下落。原来阿特柔斯一直在背着奎托斯偷偷寻找战神提尔，看似是个很好的提议，但奎托斯却不会容忍这个界域的神明跑到自己家来指手画脚。如果奥丁不想他们去找提尔，那他就一定要去找。奥丁见已经没得谈，转身对索尔交代了一句便离开。索尔见状也觉得是时候向奎托斯讨要两个儿子的血债了。身为北欧的最强战力，索尔的强大毋庸置疑，但奎托斯却不想全力战斗，他不想因为再次弑神引发的后果让儿子有任何意外。可索尔却不会善罢甘休，就算战斗的过程中奎托斯被打晕，他也要把奎托斯拉起来继续战斗。索尔的全力攻击是奎托斯从未遇到过的强大，雷神之锤的每一击都裹挟着死亡和毁灭，在利维坦之斧和雷神之锤的碰撞下，更是直接形成了一道永久性贯穿天际的奇观。就在奎托斯因为有所顾忌落于下风的时候，索尔却开始用阿特柔斯来刺激奎托斯。奎托斯一时间没压住心中的愤怒，直接全力的一拳重重的砸在了索尔的脸上，然后拼尽全力才勉强压制住了心中的怒火。索尔见奎托斯展现出了属于战神的实力，想着之后还有机会一战，于是他掰掉嘴里断了一半的牙齿，心满意足的离开了这里。这时矮人铁匠布洛克和辛德里两兄弟出现，在他们的帮助下，通过传送门，奎托斯回到了家中。而在他与索尔大战的时间里，奥丁竟然私下邀请阿特柔斯前往他统治下的阿斯加德做客。如今他们所在的地方已经不再安全，无奈之下，奎托斯只好答应阿特柔斯一起前往森林的深处寻找有关战神提尔所在的线索。随后父子来到一处壁画前，在阿特柔斯解除了壁画上的封印，进入其中的光之井以后，真正的预言呈现在了他们的面前。在诸神黄昏的预言中，巨狼斯库尔和哈提一旦成功吞噬了太阳和月亮，诸神黄昏就会开启。于是奥丁囚禁了巨狼斯库尔和哈提，但随后两只狼被巨人族救下，并且安置在华纳神族的居所华纳海姆的某个地方。巨狼得以再次追逐太阳和月亮，可没多久月亮就被偷走，好在有个神秘人找回了月亮，接着便是日全食出现。后来巨狼追逐一支箭，一切也回归了正常。随着壁画上故事的发展，诸神黄昏降临，而带领大军对抗奥丁的正是手持红缨枪的战神提尔。再结合阿特柔斯之前看到了提尔被囚禁的画像，也就是说战神提尔肯定还活着。而根据画像的提示，密米尔猜测提尔很有可能在矮人的国度斯瓦塔尔法海姆。奎托斯本不想多管闲事，但他也明白阿特柔斯肯定会走上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如今森林中的小屋不再安全，于是父子二人在矮人铁匠辛德里的安排下来到了他们的家中，而矮人铁匠布洛克也能为奎托斯打造新的
的装备。之后通过矮人兄弟打造的特殊装置，再利用密米尔的眼睛，成功的解锁了前往矮人国度的传送门。辛德里还将世界树的种子交给了奎托斯，这样他就能随意前往已经解锁的界域。通过传送门，父子二人终于来到了矮人国度。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先去询问铁匠两兄弟的表亲德尔林，或许从他那里就能知道更多关于提尔的线索。但这里的矮人因为被奥丁统治，导致他们并不欢迎奎托斯父子。好在还是成功的找到了德尔林，没曾想德尔林还是飞的盟友。曾经他们试图反抗奥丁，虽然德尔林看似冷漠，但还是帮奎托斯在地图上标注出了战神提尔的位置，甚至还给了阿特柔斯一块不同寻常的石头。根据地图的指引，他们坐上轨道车，朝着矿场深处前进。路上他们稍微遇到了一点小颠簸，好在父子二人还是平稳落地。经过路上的再一次更换交通工具以及无数的解谜和战斗过后，奎托斯拉开了关押提尔的大门。果然提尔还没有死，而是被关押在了这暗无天日的矿洞之中。随着奎托斯解开提尔身上的束缚，提尔也认出了眼前这个曾经屠戮希腊众神的弑神者，但他的状态却异常的糟糕。提尔已经被奥丁折磨得彻底失去了斗志，像个懦夫一样的逃走。在奎托斯强行为他提振精神以后，他也暂时缓过了神，可他再也无法拿起武器参与战斗。见提尔目前暂时帮不上忙，奎托斯只好先带着他回到了矮人兄弟的家中。在房间里，他和密米尔谈论起儿子。对于儿子参与到诸神黄昏预言中的行为，让奎托斯极其担心他的安危。恰好这时，躲在窗外的阿特柔斯听到了二人的谈话，并且知道了他们正无法让弗雷亚成为盟友而发愁。为了证明自己，阿特柔斯准备独自前去劝说弗雷亚。好在辛德里这几年一直在暗中帮助阿特柔斯探索各个地方。在辛德里的建议下，阿特柔斯准备先去九界之湖寻找世界之蛇，询问自己有关洛基的身份以及接下来该怎么做。在路上，他看到眼前出现的宝箱，不由得想起了老父亲开箱时候的英姿。想到这里，他卯足了劲，对着箱子就是狠狠的一拳。然后箱子没裂开，他的手裂开了。之后，阿特柔斯开始呼唤世界之蛇，随着地面的剧烈震动，世界之蛇再次出现在了冰封的九界之湖上。但经过与巨蛇的沟通，阿特柔斯只听懂了他说的铁森林3个字。一头雾水的阿特柔斯只好独自前去寻找弗雷亚。在整理好思绪以后，他来到了弗雷亚的面前，但情绪激动的弗雷亚看到了阿特柔斯身上曾经破解巴德尔不死之身的胡寄生箭头，可因为之前的相处，让弗雷亚始终无法对阿特柔斯下手。见有商量的机会，于是阿特柔斯一股脑将奥丁来找他们以及提尔还活着的消息全都说了出来。原来奥丁已经设法避开了诸神黄昏的预言。知识守护者格罗亚曾预言，在诸神黄昏中会有一支巨人族的军队围攻奥丁所在的阿斯加德，但之前父子前往巨人国度的时候，却发现那里连一个巨人也没有，唯独只剩下了阿特柔斯一个巨人。而奎托斯的妻子菲也正是巨人国度最后的守护者。如果连弗雷亚也不愿意反抗奥丁的统治，那么他们所有人都会被奥丁掌控。但弗雷亚始终对儿子的死耿耿于怀，他不由阿特柔斯继续说下去，干脆直接送客。有些失落的阿特柔斯与辛德里会合后回到家中，所有人坐在一起，一边吃饭一边商量着接下来的计划。于是他们准备前往精灵国度亚尔夫海姆，在那里的格罗亚神殿之中，或许有着更多关于诸神黄昏的线索。随后布洛克说自己跟房东换取了前往精灵国度的世界树的种子。来到传送门，那个神秘的房东也爬到了奎托斯的身上，而他正是负责照料世界之树的松鼠拉塔托斯克。在他帮忙用嘴把种子上的树枝清理干净以后，奎托斯父子和提尔再次踏上了前往精灵国度的路。在历经了一段漫长的旅程后，奎托斯又再一次见到了世界之柱。之前在光柱中飞的幻象还历历在目，他不由得向着光柱伸出了手，但儿子却在此时拦住了奎托斯。奎托斯也只能恋恋不舍地继续前进。终于，他们来到了格罗亚神殿，阿特柔斯再次解除壁画上的封印，并进入到了光之井中。然而，接下来的景象让在场的人震惊不已。原来，格罗亚将自己预言到的诸神黄昏告知奥丁以后，他便被这位众神之王残忍杀死。而接下来的场景便是之前世界之蛇提到的铁森林，同时这也是巨人神话中的庇护所。临死前，格罗亚要求奥丁将他的骨灰送回巨人国度，并让他的灵魂在世界之光里面得以安息。但奥丁自然不会这样做。然而，一个人的出现捍卫了格罗亚的遗愿，随之而来的便是诸神黄昏的另一种结局。原来格罗亚欺骗了奥丁，诸神黄昏不会令万物归于寂灭，只会将奥丁连同阿斯加德一起毁灭，而其他的界域则会安然无恙。但密米尔却觉得预言都很狡猾，不能轻易的相信。在得知这一切后，奎托斯父子带着不敢参与战斗的提尔，一路杀回了传送门的入口，并回到了辛德里的家中。在众人吃饭的时候，阿特柔斯再次提起了母亲指引他们踏上这段旅程背后的意义，但此言一出，显然刺激到了奎托斯的内心。父子俩只能在这段谈话中不欢而散。回到卧室，担忧不已的辛德里安慰了他以后，阿特柔斯便想着铁森林的事情逐渐睡去。而在梦中，他进入到了另一个世界，这里有着他的过去，甚至还有他亲手杀死魔迪的那一幕。再次回过神，阿特柔斯竟然来到了他一直在寻找的铁森林。森林里有一个名叫安格尔伯达的女孩，她和阿特柔斯一样是巨人族。女孩竟然直接称呼阿特柔斯为洛基，并表示自己一辈子都在等他。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相处，安格尔伯达带着阿特柔斯来到了他所在的树屋中。而在这里，阿特柔斯再一次见到了之前父子二人那段旅程的预言，但预言的最后一段却刻画着阿特柔斯会为奥丁效力，父亲奎托斯最终也会死去。见到这一幕的阿特柔斯当场失去了控制，好在安格尔伯达及时控制住了他的情绪，但未来的路始终不能
因为预言而放弃。于是阿特柔斯决定暂时为安格尔伯达做些事情，以便了解更多有关巨人的信息。而在接下来的相处中，两人逐渐成为了好友。在安格尔伯达的指点下，阿特柔斯很好的学会了吸取体内的斯巴达之怒，并用自己的情绪来变成相应的动物。随着他们来到逝者之谷，安格尔伯达告诉阿特柔斯关于巨人消亡的真相。原来他们受够了活在奥丁的统治之下，所以选择了逃避。于是巨人们将自己的灵魂封印在了这一颗颗的圆珠里，并且留下一堆尸骨来迷惑奥丁。而他也顺应自己在预言中的行为，亲手将手里的圆珠交给了阿特柔斯保管。阿特柔斯本想让安格尔伯达和自己一起对抗奥丁，但他却在预言里见到了自己会在中途消失。巨人是非常遵守预言规则的，于是阿特柔斯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在他们最后一段的旅途中，阿特柔斯帮助安格尔伯达从他已经迷失心智的祖母手中救下了被夺走灵魂的动物。做完这一切，阿特柔斯也是时候回家了。在回到树屋中以后，安格尔伯达将属于飞的圆珠交给了阿特柔斯，但圆珠里并没有飞的灵魂，这也意味着母亲已经彻底的逝去。想着预言中父亲奎托斯的死亡，两人一起进入了梦乡。随后他便回到了自己的家中。就在阿特柔斯启动传送门的那一刻，奎托斯的胸膛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原来他已经失踪2天了，因为答应了安格尔伯达保守铁森林的秘密，导致得不到答案的老父亲异常的愤怒。因为这件事情，二人产生了争执，像不像你小时候出去通宵上网回家以后的名场面？但这时突然出现的女武神打断了父子二人的对话。就在战斗的过程中，奎托斯发现这位女武神竟然是弗雷亚。阿特柔斯见父亲有生命危险，再结合之前的预言，让他瞬间化身为一只暴怒的巨熊。但奎托斯极力的阻止并安抚了儿子的情绪。发泄完怒火的弗雷亚也表示愿意单独和奎托斯谈谈。随后辛德里将阿特柔斯接走，弗雷亚便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他想让奎托斯帮助自己解除掉将他束缚在凡人国度的魔法。于是在布洛克的帮助下，他们来到了弗雷亚的故乡华纳海姆，去寻找打破束缚的源头。之后的路上，可能是出于对弗雷亚的愧疚，奎托斯将亲眼看见弟弟德莫斯惨死，以及离开他深爱女儿卡利厄佩的经过，都告诉了弗雷亚。或许只有这样，才能让他重新思考复仇的必要性。在经过了艰难的战斗过后，弗雷亚成功的破除了奥丁对他的诅咒，并准备与奎托斯一起对抗奥丁。二人回到辛德里的家中以后，奎托斯立马质问起阿特柔斯，他失踪的2天是不是去见了奥丁？闻讯赶来的众人一听，立马开始对其口头教育，这让本就到了叛逆期的阿特柔斯瞬间失控。接着他便冲破了大门，在老父亲无奈和失望的目光下离家出走。既然都做到这个份上了，阿特柔斯索性找到了奥丁的渡鸦，让渡鸦将自己传送到了阿斯加德。在这里，他结识了生活在哈林多尔之墙外的村民斯凯尔德，并在村民惊讶的目光中徒手爬上了万丈高的城墙。即将登顶的时候，一个陌生人将阿特柔斯拉了上去。这个人正是阿斯加德守护者海姆达尔，他对奥丁极其忠诚，而且具备能够读心的能力。海姆达尔极其仇视阿特柔斯的巨人身份，甚至百般刁难和羞辱阿特柔斯。好在索尔和奥丁及时赶到，化解了阿特柔斯的危机。奥丁对阿特柔斯极其的尊重，给他安排了住处，甚至还将一柄叫英格丽的魔法剑送给了阿特柔斯。但得到了别人的好处，总归是要付出点什么。于是奥丁将一块面具碎片交给了阿特柔斯，他希望阿特柔斯能够去寻找其余的面具碎片，这样他就能通过面具找到空间裂缝里所蕴藏的无穷真理和知识，甚至能够彻底阻止诸神黄昏。随后奥丁便叫来了索尔与阿特柔斯同行。接着，二人便被奥丁传送到了火之国穆斯贝尔海姆。显然，阿特柔斯和索尔这对奇怪的组合不能维持太久。于是，阿特柔斯趁着自己没被锤子砸扁之前，成功的找到了其中一块面具碎片。而在期间与索尔短暂的分别中，阿特柔斯再次遇见了安格尔伯达。在安格尔伯达的指引下，他们进入到了一幅壁画的光之井中，并发现了更多有关诸神黄昏的预言。预言中显示，火巨人史尔特尔和双巨人辛马拉因为相爱融合成了一个更加强大的巨人。然后，这个巨人在诸神黄昏中摧毁了阿斯加德。值得一提的是，之前阿特柔斯与安格尔伯达在铁森林曾将有着巨人灵魂的圆珠引导进了一只失去灵魂的蟒蛇体内，并且这只蟒蛇正在以飞快的速度成长。在完成了火之国的旅程后，为了更多的了解奥丁究竟有着什么目的，他选择继续帮助奥丁收集面具碎片。而老父亲奎托斯这边，在意识到儿子随时有可能丧命以后，奎托斯只能用曾经在希腊寻找答案的方法，那就是去问，谁知道问谁。而知道答案的很有可能是北欧这片土地上的命运三女神，只要找到他们，奎托斯自然有办法让他们开口。反正所谓的三女神死在他手里的已经有2批了。说罢，他便带上弗雷亚出发。在通过了命运女神的试炼后，他们坐上了一匹神秘的水马，这让奎托斯不禁想起了曾经在泰坦身上与之交战的海马，似乎是不太喜欢奎托斯这个话题。水马瞬间变换了形态，并潜入水中，将他们带到了命运三女神的所在。三女神对奎托斯说了一些魔言魔语的话，唯一有用的信息便是之前那个拥有读心能力的海姆达尔将会杀死阿特柔斯。就在他们离开水中以后，弗雷亚发现了一件能够在决战中对奥丁有奇效的上吊绳。在知道了关键的信息以后，奎托斯觉得既然
只有海姆达尔的死才能让阿特柔斯活下来，那么他就必须死。但因为海姆达尔独有的能力，奎托斯目前的武器并不能伤害他，所以只能打造一种克制他的武器。在铁匠兄弟的帮助下，通过断炉女神的锻造，奎托斯拿到了这把足以开山裂石的德罗普尼尔长矛。但因为这次寻找断炉女神的经历，让密米尔发现布洛克竟然缺失了一部分灵魂。原来多年前布洛克死在了一次意外事故中，辛德里自然无法接受，于是他将布洛克的灵魂偷了回来，但却只拿回了布洛克3/4的灵魂，才导致他成为了现在这副模样。出于愧疚，辛德里才隐瞒了这件事。布洛克虽然嘴上不饶人，但还是选择继续假装不知道。布洛克和辛德里两兄弟也彼此心照不宣。就在他们回家的路上，仿佛是知道了奎托斯想要做什么，奥丁随之现身，并且声称阿特柔斯是实现和平的钥匙，想要劝说奎托斯回头是岸，还说奎托斯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神了。奥丁显然不知道宙斯怎么死的。Return my son, or you may meet the god I once was. 见无法动摇奎托斯的决心，奥丁只能离开了这里。随后，奎托斯回到家中，扔下手中的武器，脱下身上的铠甲。奎托斯身上那道被奥林匹斯之剑贯穿的伤口还清晰可见。他准备好好的休息一晚，以便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回到阿特柔斯这边，他再次开始为奥丁寻找面具碎片，而接下来要去的地方便是王者国度赫尔海姆。这一次与阿特柔斯同行的，则是雷神的女儿斯路德以及那个嘴尖的海姆达尔。就在他们到达王者国度以后，海姆达尔先一步离开。在之后的一段冒险中，阿特柔斯借这个与斯路德独处的机会，与他成为了要好的朋友。但随后阿特柔斯因为判断失误，想要进入面具碎片所在的地方，释放了地狱犬加姆。最后面具碎片也没找到，但释放加姆导致的后果便是他将会撕裂9阶的空间。正好海姆达尔一直看不惯阿特柔斯，于是他趁这个机会百般羞辱，就连想要来劝阻的斯路德也被他打倒在地。回到阿斯加德以后，奥丁并没有要多加怪罪的意思，但阿特柔斯此时却想回家了。他将面具和英格丽交给奥丁以后，便回到了辛德里家中。但此时因为加姆撕裂出的空间裂缝，导致大批的幽冥行者出现在9阶各处。就在他遇到危险的时候，奎托斯及时出手救下了儿子。在解决掉大批的敌人以后，父子二人终于再次相见。阿特柔斯紧紧地抱住了父亲，奎托斯心里的怒火也在这一刻彻底消散。但现在还不是团聚的时候，阿特柔斯必须承担犯错的后果。身为父亲的奎托斯会跟他一起去弥补。于是父子二人启程，再一次来到了这北欧的冥界。他们一路追赶加姆，奎托斯直接和这头地狱犬战斗了起来。他用混沌之刃的锁链与加姆开始了极限拉扯。阿特柔斯顺着铁链爬到其头顶，将随身携带的小刀狠狠地插进了加姆的头顶。而这把小刀里面有着芬里尔的灵魂，灵魂进入其中以后，芬里尔取代了加姆，他再次成为了那条与阿特柔斯亲近不已的狼。奎托斯也意识到了自己斯巴达式教育的缺陷，于是他与儿子约定好，在未来的日子他们会彼此换位思考。奎托斯也真诚地对儿子做出了道歉，父子俩的隔阂也因此彻底解开。回到家中以后，阿特柔斯向众人说出了奥丁正在寻找面具碎片的事情，一旦成功，奥丁将会与无穷的知识融为一体，变得无比强大。在知晓这件事情以后，弗雷亚当即前往华纳海姆组织人手，奎托斯父子也在随后赶到。在这里，他们遇见了一位老友，正是之前那只被阿特柔斯射伤的野猪希尔，他一直都是弗雷亚最信任的人之一。随后，奎托斯将被偷走的月亮夺回，准备让巨狼重回天空。正如父子二人在预言上所看到的，他们就是那个让斯库尔和哈提重新追逐日月的神秘人。不过，阿特柔斯此时却犹豫了，如果这样做的话，那么他们也就顺应了预言。但奎托斯却对儿子认真的说道：“命运只会在你认命的时候束缚你。”明白了父亲的意思，阿特柔斯一箭射向了天空，接着巨狼斯库尔冲向天际，黑夜瞬间划破白昼。为了感谢父子俩，巨狼赠予了他们一件能够随时改变白天与黑夜的礼物。随后，奎托斯准备前去帮助弗雷亚，从奥丁手下的英灵战士手中解救他的弟弟弗雷。弗雷曾经也是精灵国度的国王，可就在众人前进的路上，海姆达尔突然现身前来阻止奎托斯。这个能够读心的敌人给奎托斯带来了不少麻烦。不过，奎托斯可杀过比他更强大的敌人。在打败海姆达尔以后，奎托斯对他产生了一丝怜悯之心，但海姆达尔却扬言要杀死阿特柔斯。此言一出，奎托斯直接废了他一条手臂。见他执迷不悟，还要反抗，再加上秘密女神的预言，奎托斯索性活生生掐死了海姆达尔。为了儿子再做一次弑神的怪物又如何？随后，奎托斯将他身上的加拉尔号角取下，这个号角能够吹响诸神黄昏。随后，奎托斯救出了弗雷，并背着他在众人的掩护下一路逃出了英灵战士的追杀。但在路上，华纳神族的比尔吉尔为了保护大家的安全，与敌人一起从空中跌落，生死未知。如今诸神黄昏的预言几乎都已完成，但阿特柔斯始终觉得奥丁想要从面具碎片中获得知识才是关键。于是阿特柔斯带上与父亲的约定，再次回到了家中，发现巨狼芬里尔正
真的回去了，并且安格尔伯达也再次出现。于是阿特柔斯嘱托好他照顾好芬里尔，便再一次来到了阿斯加德。奥丁见阿特柔斯回来，便让他去叫上索尔与之同行。当他带上斯路德前去酒馆找索尔的时候，却发现索尔已经喝得酩酊大醉。在几人将酒馆砸得稀巴烂以后，作为索尔女儿的斯路德却对父亲因为奥丁不重用自己而自暴自弃的行为而感到失望透顶。随后清醒过来的索尔便与阿特柔斯再次寻找面具碎片。路上阿特柔斯不断安慰索尔，这让两人之间的关系也缓和了不少。最后阿特柔斯成功的找到了最后一块面具碎片，奥丁也在这个时候现身，但索尔的妻子西弗也随之出现。见阿特柔斯没有了可以保命的价值，于是他以2个儿子的死来激怒索尔。果不其然，头脑简单的索尔瞬间暴怒，他不顾奥丁的劝阻，想要杀掉阿特柔斯。幸好阿特柔斯利用保命的传送符咒成功逃脱，并将完整的面具碎片也一同带走。回到家中，众人开始商议接下来的行动。于是他们准备前去寻找史尔特尔，这个人正是诸神黄昏大战的关键。只要史尔特尔和他的妻子辛马拉结合，就能在大战中变成强大的巨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提尔却提议再次潜入阿斯加德，使用奥丁的面具，让他们自己获得其中无穷的知识。但这个时候，布洛克却发现了提尔的反常，一直咬着提尔说他明明知道怎么去阿斯加德，却一直没有说出来，甚至直接打掉了提尔手中的面具。但接下来却发生了最不愿发生的一幕。原来提尔早就已经死了，一直都是奥丁变成提尔的样子迷惑众人。奥丁趁这个机会挟持了阿特柔斯，在他即将逃跑的关键时刻，奎托斯从他手里强行夺下了面具。可是，一直以来刀子嘴豆腐心的布洛克却已经无力回天。临死前，他表示自己已经原谅了辛德里隐瞒自己的行为，可因为布洛克的死，辛德里沉浸在了悲痛之中。遭遇了这种变故，奎托斯决定带着阿特柔斯回家。他用另一种温和的方式来教导儿子，暂时逃避的行为并不是想要放弃，而是让自己冷静下来思考，不能为了报仇而分心。重新振作起来的阿特柔斯前去找到了辛德里，但失去了家人让他性情大变。辛德里觉得他将自己的一切都给了阿特柔斯，但最后得到的却是失去家人，这让他永远无法原谅阿特柔斯。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让奥丁付出代价。于是父子二人再次与弗雷亚会合，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联合各个界域来对抗奥丁。弗雷负责前往精灵国度招募精灵，希尔则前往王者国度招募王者大军。作为曾经的女武神王，弗雷亚则需要召集已经自由的女武神。这个时候辛德里也出现，他表示自己愿意前往矮人国度招募矮人大军，而奎托斯则需要前往火之国寻求史尔特尔的帮助。当奎托斯父子找到这位火巨人以后，他果断地选择了拒绝，因为一旦参与诸神黄昏之战，他的爱人辛马拉就会被牵扯进来。但史尔特尔见到奎托斯身上的混沌之刃后，他改变了主意，因为混沌之刃里面的原始之火能够激发出他体内的力量。于是奎托斯将2把混沌之刃插进了火巨人的心脏之中，刹那间冰与火交织在史尔特尔的身上，并且坠入虚空之中。但这时奥丁统治下的2位堕落女武神从天而降，与奎托斯父子展开了战斗。身为奥丁手下的主要战力之一，女武神的战斗力可想而知，但他们的对手则更加恐怖。奎托斯父子双双发动斯巴达之怒，将所谓的女武神完全碾压。当父子二人做完这一切，弗雷亚也在9界之火的中心等候多时。他们已经凑齐了9界所有能够参与战斗的大军，现在就只差一个能够领导大军的将领，而奎托斯正是那个最能担此重任的人。但对于奎托斯来说，这无疑又再一次揭开了他曾经的伤疤。不过这一次不一样了，他为了儿子，为了妻子的遗愿，为了被奥丁统治下的9界众生，就算是再次成为那个统领斯巴达的将领，又会如何？于是奎托斯答应了弗雷亚的请求，他再次以战神的身份率领众人来到了提尔神殿，并吹响了加拉尔号角。诸神黄昏之战彻底拉开了帷幕，9界的大门在号角声中陆续开启。奎托斯率领众人攻入阿斯加德。这一刻，响应号召的界域大军发起了总攻，漫天有如蝗虫般的光精灵与暗精灵从天空跨越哈林多尔之墙，率先发动进攻。雷神索尔带着痞靡天下的气势前来阻挡，随后便与世界之蛇展开了战斗。就连巨狼芬里尔也撕破空间加入了战斗，攻势犹如巨狼一般。史尔特尔化为的巨人遁入虚空，来到了阿斯加德。但随后赶来的辛德里却没有召集矮人大军，而是带着矮人的意志，将负责防御的战争机器化为乌有。巨人得以再次向着哈林多尔之墙前进，但奥丁却以城外的凡人作为守护城墙的第一道屏障。于是阿特柔斯前去营救，但途中却遇到了雷神的女儿斯路德。这时斯路德的母亲西弗前来相劝，因为在奥丁的眼里只有追求力量的野心，没有亲情。于是斯路德也趁此机会倒戈，与阿特柔斯一起向着城内杀去。但此时世界之蛇与雷神的战斗也在最后一击中随着世界之蛇的凭空消失而告终。于是雷神立马将矛头对准了奎托斯。至此北欧与希腊最强的战力开始了决斗。雷神的每
每一击都裹挟着死亡与毁灭。但奎托斯体内的弑神之力同样杀意尽显，就算是肉身硬抗雷电又如何？紧接着雷神之锤和利维坦之斧再次碰撞，就算是这位北欧的最强战力，也无法承受奎托斯那弑神无数的力量。很快，索尔便在对拼之中败下阵来。但这一次，奎托斯很好的将怒火收敛，他耐心的劝导索尔，让索尔好好的为自己女儿着想。就在索尔犹豫不决的时候，奥丁随之现身，他要求已经被打败的索尔再次与奎托斯战斗。见奥丁这种完全不顾亲人的行为，他直接扔掉了手里的雷神之锤。但对于奥丁来说，索尔的行为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于是见奥丁已经无药可救，奎托斯随后便和赶来的儿子与奥丁展开了最后的决战。他手里的混沌之刃再一次发出光芒，带着横扫一切的气势，不断的向着奥丁发动进攻。就在双方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弗利亚带着上吊神将奥丁束缚，可这位狡猾的众神之王又再一次逃脱。借着黑暗的掩护，他还想诱导阿特柔斯解开面具中的力量，但这一次阿特柔斯已经真正的成长了，他直接当着奥丁的面掰碎了面具。奥丁苦苦追寻的一切顷刻化为乌有。接下来便是来自重组家庭的殴打。奥丁在一连串的攻击下终于败北，于是阿特柔斯上前将奥丁的灵魂封印在了曾经巨人所逃避的圆珠当中，而这一幕也印证了奎托斯死亡的预言。但倒在阿特柔斯怀里的则是奥丁，他们改变了预言。而在这一刻，弗利亚觉得就算是亲手杀死奥丁，也无法将自己生命变得完整，于是他将决定权交还给了阿特柔斯。就在这个时候，辛德里突然出现，直接一锤将奥丁的灵魂砸了个稀巴烂，他也终于为布洛克报了仇。但巨人的攻击可不会停止，幸好安格尔伯达带着芬尼尔撕裂空间前来救援。趁这个机会，众人赶紧离开阿斯加德。可就在最后一刻，弗雷用自己的生命拯救了奎托斯一行人。当阿特柔斯再次醒来的时候，诸神黄昏已经结束，奥丁的政权也彻底瓦解。这一路